當球員，他是山東足球的驕傲，是浴血争頂的戰士，是國內最快善引帽子戲法的本土風霸。退役後，他勇救落水兒童，贏得滿堂彩，深耕青訓多年，積累經驗，在母隊陷入困境時，義不容辭掛帥一隊。如果中超也有血脈壓制，那一定是如今山東泰山的代理主教練九哥韓鵬。韓鵬的身份有很多，從6次洞穿国安球門的王牌射手，到送給榆林軍队史最慘痛失利，和將上半賽季陷入低谷的泰山队撥亂反正的本土新帥。中超，九哥來了。出生1983年的韓鵬，生涯起步必須要感謝一個人，已故前南名帥桑塔拉奇。正是桑尼在1999年執教山東期間，偶然看了一场教学赛後，立刻安排3队的韓鵬進入一隊訓練。而韓鵬第一次代表山東出場，被他換下的正是傳奇中鋒蘇茂真。雖然千禧年初的韓鵬未能獲得穩定的時間，但這段經歷對他來說非常珍貴。隨着另一名前南教練图巴科維奇的走馬上任，韓鵬開始成為山東乃至中超最強的高中鋒。2006賽季，山東魯能主場1-0戰勝北京國安，正是韓鵬的頭球幫山東提前6輪拿到了中超的聯賽冠軍，而那也是九哥對國安進球的開始。在當年年底的足協杯決賽上，又是韓鵬的金頭一甩，山東斬獲雙冠王。隨着韓鵬越踢越好，不僅直接將外援前鋒摁在替補席上，山東也不再為進球發愁。伴隨着2006賽季，郑智、韓鵬、李金羽組成的聯手打進57球本土最強三叉戟，再到2007賽季，韓鵬、李金羽爭奪中超聯賽金靴，山東足球也走進了黃金年代。精湛的射術、高產的效率、卓越的支點作用、敏銳的門前嗅覺和冠絕本土的做球和策應能力，也讓韓鵬入選國家隊。九哥為國征戰9年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某粒進球，而他在南非世界杯選賽主場和伊拉克的比賽中，下半场剛剛開始就和對手球員相撞，血染赛場。而受傷的韓鵬並未要求下場，而是留在場上打滿全場，制造了中國隊最好的幾次進球機會，真正的血染征袍透甲紅。而韓鵬在球員時期另一個標籤就是國安克星，他曾至少6次洞穿國安球門，而這腳打得工體鴉雀無聲的凌空抽射，還入圍了當年中超最佳進球評選。生涯尾聲階段，伴隨着年齡、傷病和幾位更加優秀的巴西外援進隊，為了出场機會的韓鵬一度轉戰北京人和，但球迷對九哥的愛從未遠去。在第一次以對手身份面對救主後，遠征的山東球迷為韓鵬送上了一首溫情滿滿的後來。而從2021年開始，韓鵬先後擔任山東泰山的 U17 和 U19 主帥，上賽季則開始出任 B 隊主教練，率隊征戰中乙。君以國事報我，不必國事報之。當本賽季山東泰山幾乎跌入谷底，外教把球隊搞得一片狼藉時，韓鵬再次挺身而出，以代理主帥身份接受挑戰，帶隊征戰。此時距離他最後一次以山東球員身份出戰剛好過去10年，那個曾經山東鋒線上的旗幟人物又來拯救球隊於水火了。韓鵬的舉措乾淨利落，提拔小將，清理冗餘，簡潔打法，重塑精神，如同當年桑尼提拔他一樣。于金勇、梅帥軍、彭笑的機會增多，劉奇偉、彭義祥、王浩斌進一隊，有球戰欲的球員值得更多的時間，而幾位老将則租借離隊。克雷桑拉走小窗私聊，多次敲打，甚至上賽季的大功臣瓦科也被球隊下了最後通牒，再不防守就撤销报名。作为九号教練，能粘合起现有的人员就是滿分。韓鵬主抓防守的整體性和紀律性，中場對防線的保護更加到位，失球數明顯下降，立竿見影。而既然山東外援各有各的缺點，那就打造一套簡潔、高效、能發揮外援作業的體系。如果說韓鵬掛帥首戰扶餘大連尚在摸索，敗走鳳凰山則有紅牌的因素，那最近1個多月的6戰5勝和主場6球完美復仇國安，則是九哥交出的一份完美答卷。原來山東最強的國安克星竟然是主教練。而連勝之餘，克雷桑重開進球賬戶，澤卡6場造8球，瓦科6場造12球，魯能足校出品的年輕球員如同下餃子一樣一個個走上球場，成績青訓兩不誤。如果這都不是韓鵬的功勞，那又是誰的呢？當球員是摧城拔寨，書寫山東足球的黃金年代，轉型主帥後力挽狂瀾，帶領球隊重回正軌，這簡直是足球世界裡最好的故事。功成不必在我，功成必定有我。山東足球的脊梁，舍九哥其誰？韓鵬的社交媒體簽名是：平靜的海浪培養不出優秀的水手，目標亞洲。帶隊征戰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執教經驗遠遠算不上豐富的九哥，如果未來在球隊探索期犯下一些錯誤，出現一些紕漏，甚至成績出現起伏，一定給予他時間。就憑他這句話。
自己家裡有事咱得上，是吧？咱不上，你說谁上？